哎呀，人生处处都是陷阱啊！哎呀，我被投诉了，其实可能有一阵儿了，但是因为我没有去看后台数据，没发现这里边画的这个 C 的符号写着包含受版权保护内容，就都是被投诉的内容。哎呀，人生处处是陷阱啊！你看，这个是他后台投诉的，公司叫看见音乐，然后呢，他说这个观看限制是不影响的，你可以观看，但是呢，你不能通过视频获利。然后呢，这个版权是被这个我做的视频是被这个公司用来获利的，就是我给他打工的，他实际上这个意思。我自己还没有去获利，还没有什么加什么广告，他就可以通过我的视频来这样做了。你看这个我用的是多少？用了39秒，用了他的那个音乐39秒，这个是用了50秒，所以我现在也没有时间去上传其他的，我只是在把这个旧的这些，再修改，把他的音乐删掉，再修改用那个 YouTube 自己的免费的音乐。那么这个影响了我上传其他的这些内容。我想说，嗯、任何一个人，你要是做上传 YouTube 这个视频的话，哪怕你只是玩的话，不获利的话，你首先最开始第一个视频你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音乐的版权问题。你不要用，我的建议是不要用任何中国国内的视频制作软件里面提供的音乐，还有音效，音效就包括比如笑声啊什么什么的一些声音，任何中国的这些视频制作软件都不要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音乐在中国国内或者它跟音乐方和他们有协议是可以使用的，免费使用的。但是这个在油管上，我发现啊，我自己猜测和我自己感觉的。其中可能是这个音乐如果有名的话，这个音乐所有人他的公司在油管上已经发布了，这是他的版权的。还有就有的像比如说这种视频制作软件啊，它的那个和这个音乐它有这个协议什么什么，那么他就首先在油管上，我觉得是他们首先来去发布的，并且来申诉的这些内容。所以我认为这个都是套路的。那就是说，你用任何的中国国内的视频制作软件去剪辑编辑，或者用它的里边的免费音乐，这个都是个坑，是个很大的坑。哪怕只有几秒钟，你都不要去用。我这里边有的视频，那个预告的什么的频道的，只有5秒钟，只有5秒钟，他都把这个标为他的那个版权受益方了。所以我认为，真的只有几秒钟，你都不要用，不要用中国国内的任何的视频制作软件里提供的音乐、音效都不可以用的。他哪一下子他现在没有的话，过后他总会去申诉这个，这样的话他可以获利的。我用的音乐其实就很简单，因为我觉得随便用了一个钢琴曲，这个叫四季音色的，就是这个。我用的那个编辑软件就是快剪辑。那我奉劝这个所有做这个视频的人，不要用这些国内的视频软件提供的免费的音乐音效，你最后的话要进坑的。他现在不申诉你，他过后秋后算账，他还会来找你的。那个不划算啊，所以不要和他们沾这个边儿，你就用它剪辑这个粘贴合并就可以了，一些功能。那最简单的就还是要用油管上他自己提供的那个免费的那个音乐，我现在是用他的这个音乐。然后这个油管上的这个免费音乐呢，要用 Google 去搜，Google 搜这个就可以出来。不要用那个，我认为不要用 YouTube 里边，你直接搜这个字样，那个出来的之后就会很多。那么这个很多里边就是有真有假。这个是 Google 搜搜这个 Audio Library 就可以了。然后它链接就是 YouTube 的。但你直接用油管上搜的话，就会有这样的页面，有很多很多，然后还有不同的那个频道。那显然这里边是有问题的，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也就是说，这个假货到处都有啊，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有假货。所以呢，你看它到处都是，所以就直接用那个油管上它自己你后台上可以有的和刚才用 Google 搜出来的链接的。
下面的那些音乐，这些不能保证的。这个套路很深的。哎呀，最近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我发现遇到困难是什么？是你离大师又近了一步。因为那些很厉害的人，他都是经历过无数困难、失败才成功的，对吧？所以每失败一次，是离成功又近了一步，离大师们厉害的人又近了一步。今天说到这儿吧，再见。